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山居士白教练。我们都知道，身高腿长的跆拳道选手在比赛场上都是非常吃香的。那么，当矮个子对上高个子的时候，要该怎么样想办法取胜呢？今天就让韩国砂糖中学的李东健同学来为大家做示范。这场比赛是今年韩国在庆尚北道永川市所举办的全中运男子轻量级的8强赛。青方全北中学的朴智星出战砂糖中学的李东健，而李东健同学的身材条件明显要略逊一筹。这场比赛我们就来看他用哪些方法克服了这个难关。比赛一开始，大家还是非常没创意的用前脚来互相试探。不过李东健同学前脚试探完之后，一定会补上一脚后脚，因为他知道晋升就是他的机会，有机会就不要只踢一脚。这场比赛看起来还是使用旧规则，所以在前2个回合选手的压力不像新规则的时候那么大。毕竟新规则是每一个回合都要当成最后一个回合来打，不像旧规则还可以给你决战大反攻的机会。跑题了，我们回到场上。红方选手这一次为了能够以矮打高，用了3个战术。这里先不破梗，后半段的时候为各位详细解说。这是红方选手的第一次出界，那要注意在摔倒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头部，像这样有可能后脑直接着地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时候青方出脚，红方选手他快速的向他的右手边移动，这就是他第一个战术。对手如果比你高，追击进来的时候一定是他的距离先到。如果你拘泥在一直线上的前进跟后退，下场就是频频出界。赛场是个2维空间，别忘记你还有左右边可以移动。非常成功的一次战术，红方先用前脚吸引对方注意。到对方正面已经做好防御后，立刻放下，补了一脚背面，非常漂亮的声东击西。如果你的对手是个经验丰富的老鸟，你就要多做这种假进攻、假动作，能期待每次第一脚就可以成功得分。是一个左右游移，可以看到红方选手在整个过程中距离都控制得很好，就是不让青方有直接踢到他的机会。又是一个成功的突击，红方的重点是放在第2脚的中端，没想到第1脚的上端也是出其不意的踢中了，形成了一个漂亮的5分打。所以选手在平常的时候就要结合各种足技，才可以在赛场上变化多端，迷惑对手。如果每次比赛就那2招，早晚有被破解的一天。好的，重点来了。根据统计，跆拳道赛场上的得分，大部分都是发生在边界或者是近身的时候，所以相对的这2种情况的处理方式就变得非常重要。为了避免出界，红方选手采用侧踩的方式，青方选手硬刚，成功的让自己摆脱了出界危机。这是他今天示范的第1种边界处理方式。第1回合快结束了，双方的节奏都慢了下来，但节奏慢下来不代表你要放松警惕，毕竟这还是真实比赛。除非你确定对手一定会跟你讲武德，否则在赛场上就是一刻都不能懈怠。一回合结束，我们看到红方选手向青方选手举了一个90度的躬，在韩国文化里，这应该是代表青方是比较年长的一方。我并不反对这样子做，有风度是一件好事，但是选手们都要有一个观念，场下是朋友，场上是对手，而尊敬对手最好的方法就是全力以赴。如果把私人情感带到赛场上来，那就不是一个运动家的精神了。第2回合开始，现在红方以6比3领先，跟第1回合一样，还是以滑步旋踢加后脚来做试探。虽然青方在第2回合有没有改变战术？照目前看来，青方还是打防守反击为主，并没有转守为攻的打算，也没有做任何试探性的动作来敲打红方的反应。很明显，目前还是红方在主导整场比赛。如果青方再不改变战术或者积极进攻的话，那么我想这场比赛会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结束。持续的对峙中，看来双方都在思考要怎么样发动下一波攻势。结果是由青方先发动攻击，这一次攻击的成效不彰，反而暴露了一个弱点。青方下压的高度虽然有到对方的头部，但是他其实抬得很勉强，代表他的柔软度其实不好，进而影响到他下压的威力以及命中率。至于会有什么影响，我们接着往下看。又是红方的主动攻击，青方目前除了一些不成气候的反击以外，几乎没有组织起任何有效的攻击，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处在一个暗中观察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赢得比赛，光靠暗中观察是远远不够的。非常漂亮的一脚，这个角度看得有点不是很清楚，但是大概可以推测红方是来了一脚中端旋踢动作之后，再衔接一个上端的旋踢得分。分开之后还不忘记补一脚后踢旋踢反击，观念十分正确。青方选手继续暗中观察，他必须早点想清楚如何发挥自己人高马大的优势，扳回劣势，要不然比赛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提前结束了。青方选手终于在这个时候改变战术，利用自己的力量迫使红方选手不断的后退，最后导致出界。再次强调，这样子后脑着地是十分危险的动作，所以小选手在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头部，因为理论上断手断脚都还可以继续比赛，但是断了头就没办法了。青方选手持续发挥自己的优势，想要用同样的招数吃定红方选手，但是红方的变招也很快，他知道自己在力量上没有办法跟青方抗衡，所以干脆边退边踢，目的是在被逼退出界前多争取一些分数。虽然因此吃了一个警告，但是也得了2分，在财务报表上这还算是正收益。第2回合结束，这时候双方的差距是6分。其实这个差距在比赛中算是很微小的，10分以内都有随时被逆转的可能。一开赛就来个短兵相接白刃战，这个时候红方又来了一个突击下压得分成功。各位可能会有点疑惑，明明红方的身材就是比较瘦小，为什么可以一直踢中对方的上端？而青方选手明明比较高大，怎么老是踢不中对方的头？我们这里回想一下青方这一脚上端踢击，他最大的抬脚高度大概是这个位置，但是考量到体力的消耗以及其他的干扰因素，实际上他能随心所欲攻击的高度大概是这个位置，我们暂时把它称作攻击热区，要再抬高一点就很勉强了。而红方的攻击热区大概是这个地方，显然他是很轻松的可以攻击到对方头部，所以相较之下，虽然青方人高马大，但是踢得低，红方虽然个子娇小，但是能踢高，所以实际上比较有利的反而是红方选手。所以跆拳道选手一定要把自己的柔软度练好，免得踢到用时方恨少。青方选手持续的猛攻，想要将红方选手逼出界，而红方选手也很聪明的左右横移，就是不给你直线后退。青方选手在时间压力下开始积极猛攻，红方选手的反应也很快，开始边退边踢。因为他很清楚，跟青方硬碰硬的话，吃亏的会是自己，倒不如顺势而为。既然都会出界，不如就在出界前多得点分数。而这就是红方今天示范的第3种边界处理方式。比赛开始，红方立刻以攻为首，把青方逼回了场中央，暂时摆脱了边界危机。从这一脚就可以看得出红方柔软度之优秀。在青方的压制之下，几乎是用1字马的方式试图从上端得分，观念跟技术都无可挑剔。虽然最后还是出界，但是也给青方选手带来不少的压力。比赛继续，红方继续用以进为退的方式回到比赛场中间，再次避免了出界的危机，而且也将自己的压力转移到对方的身上。红方持续边退边踢，而青方竟然没有追击进去，也许在思考怎么样变招。果不其然，马上尝试一脚2段式下压成功得分。这一脚唯一不好的地方就在于他做的太少，也做的太晚了。对上红方这么灵活的选手，也不见得要比他更灵活，但是一定要有变化，像是中端跟上端轮流踢，主动与反击交换，一定要这么做才有机会扰乱对方，为自己创造优势。结果这个时候又因为一个抓人被判上端3分不算，看来青方打的是越来越急躁了。其实他只要冷静下来，注意看积分板，就可以发现红方目前已经6次犯规了。比赛不一定分数要比对手多才可以获胜，让他犯满毕业也是一个机会。所以他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要持续用猛攻让对方去犯规，想办法增加对手的压力，就是提高自己得分的几率。青方这一波的攻势非常不错，虽然晚了点，
但是也找到自己的胜利方程式。红方也很聪明，知道趁20秒不到比赛就结束了，所以边退边踢，赌的就是看时间先到，是他的犯规次数先犯满。目前比赛来到了尾声，剩11秒，双方差距7分。对青方来说，他只能持续的猛攻，想办法在这11秒之内让对方犯规3次，或者追上这7分。相反的，对红方来说，他只要挺过这11秒，重点在于他怎么守住这11秒。不得不说，红方是一个非常灵活的选手。首先，一个侧踩以攻为守，消磨了时间，又为自己争取到了后退的空间。接下来使用他的拿手好戏，边退边踢，而且在踢的过程中不断的跟对方保持安全距离。红方选手不是在退，就是在出脚，无论如何不会在原地等人来踢，而且他绝对不会直线退却，反而是绕着场边边退边打，为自己争取时间跟空间，而且不断的保持得分，给青方带来压力。青方的攻势的确很猛烈，但是在有限的时间之下，已经大势已去。当然，红方还是因为出界又吃了一个警告。按照规定，在8次警告的时候，裁判有义务告知，所以裁判也很尽责的提醒了红方。最后的4秒钟，红方选择用靠身的方式紧紧将青方黏住，不给他出脚的机会。虽然有可能会被判抓人犯规，但是一个警告已经无关大局了。比赛结束，恭喜李东健同学用他精湛的表现赢得了比赛。比赛结束，这次我们请香山女武神来帮我们复习一下矮个子打高个子的诀窍。1. 身材高大不一定占优势，关键在于谁能够轻易的踢到对手上端。2. 只拘泥于直线移动，在场上一定吃亏，善用两侧的空间才是重点。3. 用灵活多变的招式迷惑对手，永远是制胜的法宝。这一点面对任何对手都适用。今天的跆拳小教室就到这边，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是新竹市中城香山跆拳道馆。如果喜欢，请多多按赞、订阅、转发。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